同时感谢来自街霸荔枝 FM 超好玩短视频社区美拍最后节目的大力。嗨，大家好！之前小编做了3期考古燃烧吧少年的视频，这个选秀节目同期时间还有一个对应的综艺，叫做少年频道，是专门为燃烧吧少年的观众和粉丝们准备的配套节目，其中的游戏设置一般，大家当时只想看他们喜欢的队员，过了这个热度，再去看的人就很少了。但很多后来喜欢上肖战的粉丝，想要了解一下这个节目里肖战的高光部分。由于这是个团体综艺，共12集，且每集都有近2个小时的长度，肖战的镜头不多。小编这里就为大家找出其中值得回味的精彩片段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。前面放出了2个让人心动的开场。在第9集里，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台词表演游戏，肖战和彭楚月搭档，后者完全记不住台词，场面因此十分有喜剧效果，现场经常是哄堂大笑，战战都笑趴下了。2个人表演的片段是《还珠格格》里的蒙丹和香妃的对话，大家熟知的肖美人这个绰号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。原剧情画面一出来，大家再次笑疯，因为这个蒙丹跟彭楚月的长相真是迷之相似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香妃的台词有一句，每一次你生气的时候都喜欢皱起眉头，真想拿一把熨斗把你的眉头熨平。说到真想拿一把熨斗的时候，战战就已经开始笑，因为他已经猜到香妃要说什么了，反应比其他人快了很多。而大家等到把你的眉头熨平这句台词说完才回味过来，这时候才开始笑。大家听一下，尤其是战战那独特的笑声，真的是太搞笑了。每次你生气的时候，都喜欢皱起眉头，真想拿一把熨斗把你的眉头熨平。干嘛？分配台词的时候，彭楚月扮演蒙丹，肖美人扮演香妃韩香。肖战在戴那个毛茸茸的头饰的时候，一脸不情愿，而且第一次还戴反了。但是戴上以后真的好看啊！一个男生戴女孩子的头饰，既没有5大3粗般的笨拙，也不显得娘气，奇迹般的和谐。这说明他的五官是真的非常精致耐看，连主持人和队友都发出感慨，觉得太适合了。肖战很快把台词背下来，彭楚月则是完全记不住。正式表演时，肖战因为要扮演躺着的香妃，于是侧身站着，身体微微后仰，身材纤长，完美的侧颜，挺翘的鼻梁，双眸含情，真是光看着就是一种极大的视觉享受了。他的后脑勺长得很好，戴帽子能够完美托住。那个毛茸茸的帽子戴在非常靠后的位置，然而即使仰头也不会掉下来。他非常从容地说完自己的台词，同时还得小声提示队友的台词。彭楚月几乎是一句台词都记不住，肖战抓住他，用命令的语气低声说：“快点！”他单手插兜，表情微微严肃，特别有掌控全场的感觉。能再见到你，我就算死了也值得。要快点！最后彭楚月实在表演不下去，肖战也无奈了，只好一个人记2个人的台词，一人分饰2角，硬是声情并茂地把这个表演完成了。主持人称赞他为实力记词王。还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游戏，名字叫演技达人。李宇春队需要站在挡板后面，地面上有一个指压板，他们5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站在指压板上。这个板子凹凸不平，非常扎脚。肖战所在的舒淇队可以指挥李宇春队做一些动作，然后判断究竟是哪个人站在指压板上。肖战短时间内就想出了判断方法，他让春春队员每个从前到后做一次青蛙跳，就是双脚把5个人的站位按顺序跳一次。重点是轮流跳，一个人跳完5个位置，下一个人才能开始跳。这5个位置，其中一个是有指压板的。肖战他们就在那里观察每个人跳的过程。
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有道理啊。每个人跳到指压板的时候，双脚会感到疼痛，可能会有些微表情，由此进行判断。结果5个人跳的时候，有的面无表情，有的全程龇牙咧嘴喊痛。我们可能又有点傻眼，通过表情好像根本看不出来什么。肖战又让5个人原地蹦了几次，大家依旧判断不出来。跳完之后，春春队的另外3位队友犹豫不决，有的认为是老谷，但是肖战一开始就判断出来，踩指压板的是队长武嘉诚。结果果然是肖战猜对了。大家以为肖战是凭借观察对方5个人的表情或者听声音才判断出来的，然而肖战的一番解释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在观察对手按顺序跳时，肖战看的不是正在跳的那个人的表情，而是看其他4位的表情。当作青蛙跳的人正好跳到指压板所在的武嘉诚的位置时，他们队的其他4人都会不自觉地低头看一下那个位置，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反应。5个人跳5次的观察机会，基本上就可以断定指压板的位置。这一番解释把大家听得目瞪口呆，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震惊。小编当时看到这里也是被他的思路震惊了。这个办法说起来容易，但是一般人很难会想到。这个细节和上面记台词和表演的能力都展现出肖战非常的聪明。见微知著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25岁才进入娱乐圈，短短几年之内就成为了内娱流量 Top 1。尝试电视剧、话剧、电影等多种表演形式，2次跨年压轴演唱，从演技到唱功都被人称赞，可以说是火箭速度的成长。其中除了努力之外，与他的聪明和学习速度快是分不开的，这都是别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赋。本集还有个彩蛋，请大家欣赏一下肖战表演的戏曲，非常少见的唱腔，他的动作和声音真的好有感觉。不过小编不了解这是哪里的地方戏，如果有熟悉的朋友请留言告诉大家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不要哭，莫哭，别是这样的。站着在我的形象一去不复返。非常好，1分。